好，以防卫日本为场景的美日山鹰兵棋联演4号在日本3地正式启动，澳大利亚首次参加该演习。但在日前，驻日美军一架鱼鹰运输机在日本海域坠毁，美军却无视日方要求继续直飞相关机型，引发日本国内强烈反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号指出，美军一向自诩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却在治外法权的硬币下肆意妄为，号称是在保护盟友的安全，实际上却成为盟友的不安全源。据日本媒体报道，山鹰联合演训时间为4号到13号，地点包括在日本陆上自卫队的3处基地，约6800人参演。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一直以观察员身份参与的澳大利亚，首次派遣200多名陆军加入本次演习，菲律宾军队则首次以观察员身份参加此次演习。日媒称，预计澳军将会参与向美国和日本自卫队提供弹药与燃料补给的行动。美日澳3国防长今年6月举行会谈时，都同意应该扩大举行联合演习。在开训式上，日本陆上自卫队司令官竹本龙司声称，相信这将对内外彰显日美澳间联系之密切。此次邀请澳大利亚参加山鹰兵棋推演，应该说是兵棋推演的一个突破。那么，他向外界所传递的这些话，并非是我们看到的仅仅澳大利亚一个国家来参与这个军演，他背后所看到的，应该是美日澳3方他在军事领域的合作，应该说已经落实到军事训练这个层面了。那么，作为澳大利亚和美日进行这个兵棋推演，应该说美国所打造的3方的这个小圈子，那么进一步的巩固。那么澳大利亚在亚太地区，它的军事存在感进一步增强。澳大利亚加入美国印太战略这样一个战略意图，已经得到明确的落实。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陆军于1982年开始实施代号为山鹰的大规模兵棋推演，本次演习为第82次。具体预想场景是，当日本遭受攻击，进而确认自卫队和美澳两军联合应对的步骤。有分析指，美国通过类似演习加紧拉拢地区国家推进印太战略，而日本也想借此逐步推进军事正常化，实现武器装备从防到攻、从低端到高端的转换，可谓各取所需。而日本右翼媒体产经新闻则渲染称，日美澳3国加强合作，意在对抗在印太地区加大军事活动频度的中国。而作为推进印太战略重要一环，美军还计划于2024年在印太地区部署中程陆基导弹，这也将是自2019年中导条约失效以来美军的首次部署行动。有分析指，这将把印太地区拖入自冷战以来最大的危险境地。据美国太平洋陆军发言人罗布·菲利普斯透露，该计划正考虑的武器选项包括标准6导弹的陆基版和战斧巡航导弹，这些导弹的射程在500公里至2700公里之间。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安基特·潘达称，美国陆军将把中程导弹部队主要派往美国领土关岛，并寻求在紧急情况下向亚洲盟国做出更多的前沿部署。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福林还表示，相关部署是为了阻止中国大陆打击台湾。美国之所以在亚太地区要坚持部署中导，应该说这个背后的目的的话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针对中国、俄罗斯或者朝鲜等国。所以我觉得美国部署中导，它不是一个简单部署几个导弹的问题，而是一种趋势性的战略部署的调整。那么由于美国在这一地区要部署中导，它的针对性又相对比较明确，它一定会破坏这个地区的平衡，同时的话呢，会加剧这一地区不稳定的因素。对此，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大校11月30号回应指出，美国推动在亚太地区部署中导是一个危险的动向，将严重威胁地区国家安全，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中方坚决反对，并将予以坚决反制。需要强调的是，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解决台湾问题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
不过，美方加速推进印太战略及相关军事部署，也面临着一些隐忧。11月29号，一架搭载8名机组成员执行例行训练任务的 CV-22型鱼鹰轻转旋翼机，在鹿儿岛县乌九岛附近海域坠毁。4号上午，美军和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潜水员在乌九岛机场以东约1公里处的海域，发现了疑似机体主要部分的物体和5名机组人员的遗骸，并打捞了其中2具。坠毁的飞机上共有8人，事故的死亡人数已升至6人。美军5号加紧打捞仍在海中的另外3名机组人员遗体。鱼鹰坠海发生后，日本要求美国方面立即暂停所有鱼鹰军机的飞行。为此，日本外相上川洋子和防相木原忍还分别紧急约见美国驻日大使伊曼纽尔和驻日美军司令卢普上将，要求美方在确认飞机安全后再允许飞行。但美方显然未将日方的态度放在眼中，仅暂停了出事飞机所在基地的鱼鹰。日本防卫相木原忍在5号的日本参院外交防卫委员会会议上透露，事故发生后，美海军陆战队版的 MV-22 鱼鹰截至4日，在冲绳的美军普天间机场共起降72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5号指出，美军一向自诩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却在治外法权的印蔽下肆意妄为。美方号称是在保护盟友的安全，实际上却成为盟友的不安全源。美方应当拿出认真负责任的态度，重视当地民众关切，对事故原因作出详尽调查，给各方一个合理交代，还地区一份和平安宁。澳大利亚首次参加美日联合军演，那您认为日澳将在美国印太战略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呢？主持人好，美国所谓的印太战略旨在制约中国，澳大利亚和日本呢，其实早就介入其中。美日澳印4方安全对话机制，美英澳AUKUS 军事同盟都是美国印太战略的组成部分。现在澳大利亚首次参加美日联合军演，在日本本土3个地方举行，训练联合作战的实训共享和部队协同作战等等。看演习地点呢，就知道澳大利亚军事力量呢正在向东南亚渗透，目的在于美日澳3国联合起来应对来自朝鲜、俄罗斯和中国的军事行动。这次美日澳联合军演特别强调所谓台湾有事，冲绳岛有事，澳大利亚可能对美军、日本自卫队提供弹药、燃料等补给，实际上呢，给中国的周边安全、给台海局势带来威胁。所以呢，中方很及时地提醒相关参与方，军事合作呢，首先应当有利于地区和平与稳定，不应当针对第三方，更不得损害第三方的利益。美日澳有关举动加剧军备竞赛势头，冲击地区和平与安全，严重破坏了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损害以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中方呢尤其指出，由于历史原因，日本的军事安全动向一直是备受国际社会和亚洲邻国的关注，美日呢应当谨言慎行。可是呀，日本偏偏不听中国的劝导，还质疑加深与五眼联盟的合作，在今天呢完成参加美国、英国等7国太空安全合作框架联合太空作战愿景的程序。我们都知道呀，太空呢正成为与陆地、海洋、空中、网络空间并列的新战场，太空在安全领域的重要性是日益增强。日本呢加深与五眼联盟合作，加强其太空监视能力，对中国安全来说呢也是一大安全隐患。美军呢还计划近期在日本设立新的太空军总部，成立美军驻日太空军，以完成美日韩联合的太空军系统，共同应对中国、朝鲜及俄罗斯。无论是澳大利亚参加美日联合军演，还是日本加入五眼联盟的太空联合作战框架，都说明了日澳在更深的参与美国的印太战略，在分化东亚及亚洲国家间的合作，在推动阵营划分，这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是非常不利的，也是很不负责任的。不过美日似乎也有矛盾。当美军鱼鹰坠海后，日本除了要求美方在日停飞相关机型外，还检讨购买美国同类军机是否合理。那您觉得他们会怎么样来处理这个矛盾呢？美国还计划在亚太部署中程导弹，那您认为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驻日美军的军机出事呢，这不是第一次，很多次了。像以往一样，日本帮助美军打捞出战机残骸，同时呢，也发现美军尸体，然后呢，陆上自卫队下令停飞自己拥有的14架鱼鹰。与以往更相似的情况是，日本呢检讨购买美国同类战机是否能够确保自身的安全，是否是浪费纳税人的钱，但呢没用的。日本冲绳地区的民众呢，为了鱼鹰的安全进行过长时间的抗议，但是日本呢只有继续购买美国战机的份，因为日本安全上呢要全靠美国，在军事上呢是没有主导权的，这使得美军在日本的基地呢就成了鱼鹰的实验场，日本呢最多就嚷嚷下而已。至于美军计划在亚太地区部署中程导弹，他们呢还有个比喻叫做中程导弹墙，是在该地区部署的首个武器库，目标呢是加强对中国的所谓威慑。美军太平洋司令佛林说的更加露骨，部署中程导弹是为了应对中国大陆对明年呢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结果所做出的反应。他说呀，目前呢已经进行了导弹测试，包括少数的陆基战斧巡航导弹和标准6型导弹，但是呢他不会透露在什么地点、什么时间部署。这也是2019年中导条约失效以后美国的首次部署，大概呢部署在关岛及第一岛链附近。不过问题又来了，美国的中程导弹很可能呢就成为解放军导弹，特别是超高音速导弹的靶子。日本和菲律宾呢也都不太愿意接纳，害怕呢成为牺牲品。中国国防部日前呢就回应说，美国推动在亚太地区部署中导是一个危险的动向，将严重威胁地区国家安全，严重的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中方呢坚决反对，并将予以坚决的反制。而我也认为，美国在这一问题上呢打信息战的可能要高于实际部署，旨在干涉台湾地区的选举。那么今天呢，外交部发言人就特别强调了，台湾呢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地区选举从属中国内部事务。